怀孕啦？我还不能确定，要是真的怀孕，对我们来说不见得是件好事。为什么？你不想当妈妈吗？我们跟自毅签的合约你忘了吗？你这伤疤怎么弄的？我小时候皮，瞒着妈妈跟同学去爬树，结果从树上摔下来，流了很多血，缝了9针。总裁今天几点进来啊？早上的会议取消了，他说他会去军迷堂。谢谢你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换衣服。从刚才到现在一直在发呆，在想什么？我不回公司了，有点不舒服，让我在这里下班。钟德都已经不在，我身边唯一最亲的人都已经不在。我知道要放下过去是不容易，只要你愿意，你接下来的路我会陪你一起走，让我来照顾你好吗？醒了。来很久了吗？我买了早餐，过来一起吃吧。好漂亮。昨晚睡得还好吗？我昨晚梦到崇德了，他训了我一顿，要我振作起来。他还跟我说，他姐姐是一个很坚强的人，不像我只会哭哭啼啼。你一定会好起来的，给自己一点时间。我已经休息够了，我想要回去公司上班。你确定？我不想要让崇德失望。那好吧，我回去安排一下，让你重新接手之前的工作。我知道这段日子给大家带来很多麻烦，谢谢你，一直都没有放弃我。傻瓜，你能够好起来，在公在私，我都替你感到高兴。不过，你别勉强自己，别把自己逼得太累。如果你需要我，随时跟我说。我会陪在你身边。知道了。好了，我们吃早餐吧。吃完早餐一起回公司。回公司之前，先陪我去一个地方好吗？光环下美丽无限的你，像个无法逾越的距离，开口不知从何说起，欲言又止你不在意，承诺变回遗憾，只留在原地凝望着你，渐行渐远，走散在人海里，奔向最终依旧散尽，命运还是不尽人意，我放弃。相爱的气息吹散在风里，你的决定结束这不对称的爱情，我们都用尽全力在猜疑，不怪你，是我傻，是我疯，是我错，留不住你。相遇来不及，却又道别离。再见过去，再见了不对称的爱情。原来是我们的相爱相惜，天会晴轮廓，以后我懂爱情的真谛。不对视
知道他好一点了没？希望他能够赶快走出阴霾。你不要想这么多，他没有放弃，我们也不能放弃，所以不要皱眉了。好 ，OK， 大家准备下一场。谢谢。谢谢。哇，谢谢。不错啊，最近表现越来越稳定了。我现在唯一能帮怡婷姐做的，就是做好我的本分，不要给她添麻烦。你这几天有去看她吗？你怎么会过来？我是你们的经纪人啊，经纪人在拍摄现场出现很正常吧？可是你想通了。崇德应该也不想要看到我这样继续难过下去吧？太好了，我的经纪人终于回来了。都不知道你不在我身边，简直跟孤儿没两样。有那么夸张吗？有，当然有。你不在的时候，她一直叫我当跑腿。哎，我好像只请你帮我买过1、2次咖啡，要不要那么计较？对不起啊，照顾你们原本应该是我的责任，可是这段时间我反而要让你们为我担心。还有你，总之，谢谢你们。我无所谓啦，能够帮到你，我就当磨磨演技。大家好，哇，老板也来啦！我买了很多咖啡给大家。你最爱的拿铁。谢谢。老板真有心，连我们喜欢喝什么都放在心里。我也最喜欢喝。对，给你吧。我们把其他的咖啡拿去派给别的人吧，顺便跟导演打个招呼。好。他真的好了吗？还是只是故作坚强？别小看爱的力量。这段日子，我也看到你为他付出了很多。可是他需要的不是我。喜欢一个人，未必要占有对方。如果可以一直在他身边默默的支持他，也是另一种幸福，不是吗？向来都是人家暗恋我，没想到也有我单恋别人的一天。哎，算了，就当做是一个特别的经验，也许可以帮助我的表演。哎，不错嘛，有风度，好男人。来，敬你这个绝中好男人。那有什么问题？可以放轻松一点吗？下戏啦。换好衣服。谢谢。哎，副导，刚刚我想要加那段台词，导演说什么？我刚才在你背后看到了一个伤疤，怎么弄的？不小心在树上摔下来，被石头划伤，成长的礼物。当时你流了很多血，一共缝了9针。我不回公司了。天爱，天爱。OK， 少鹏，首先要先恭喜你获得了我们杂志主办的新秀排行榜票选冠军。你觉得是什么原因让你这么受欢迎呢？我很感谢公司栽培我，给我工作机会，让更多的人认识我。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，今后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学习的。那你觉得自己有什么规划吗？大家都喜欢听你唱歌，你会不会考虑往音乐这条路发展，还是继续演戏呢？公司希望他是个全能艺人，预计下半年出专辑，还有参与歌舞电视剧。到时候还希望你能帮忙宣传一下。一定一定。啊，对了，思毅今年总共有3位新秀脱颖而出，你们相处的如何呢？虽然是同公司，但毕竟也算是竞争对手吧？不会啊，我们像家人一样会互相鼓励。特别是杨钰，他原本是网红，早就一批支持者，全靠他让我在他的网络直播里演出，才开始有人注意到我。放轻松，别紧张，不会痛的。我们现在开始喽。恭喜你，你看得出来吗？这里是头，这里是屁股，7公分，
看起来很健康，没什么问题。你可以正常活动。哇，我怎么觉得你一提到杨玉，你的眼神就不一样？该不会你们两个偷偷的在一起吧？啊？那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他们两位郎才女貌，朝夕相处的，就算擦出爱的火花，那也不稀奇啊。他们一起出道，一起受训，感情好是很自然的事啊。我们两个像兄弟，不来电的。真的吗？那如果有一天你们真的在一起了，又打算公开，哎，记得把这个独家留给我啊。嗯，那当然。目标它就在前方。你看起来心事重重的样子。没有啊。没有？你从离开咖啡厅开始就一句话也不说。不想说话不行吗？难道要我24小时噼里啪啦讲个不停？你去看医生了吗？你看了？医生说了什么？医生到底说了什么？你别吓我啊！我有了。你说真的？谁有空跟你开这种玩笑？太好了，奶奶知道了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我马上打给她。不要。为什么？你都怀孕了，你还抽什么烟？我的事情不用你管，会影响到胎儿的。而且你支气管本来就不好，你就趁现在戒了吧。拿来。拿来啊！你别任性了好不好？就快要当妈妈了。谁说我要当妈妈的？什么意思？我没有说要把她生下来。你在说什么？我还年轻，才刚出道不久，我不想这么快就被绑死。我想清楚了，这个孩子我不能要。这是我们的小孩，是一条生命，你怎么可以说不要就不要？我知道，这一切来得太突然，你还没做好准备。可是你还有我啊，我会负责的。这是我的人生，你要怎么负责？我们马上结婚，我们一起养大这个孩子。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天真？我跟你只是玩玩而已，谁要跟你结婚？我求你不要说这种话了，好不好？男欢女爱，大家开心就好，何必搞得这么沉重？我也不怕坦白告诉你，这不是我第一次堕胎，睡一觉醒来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你不是这样的人。我就是这样的人。你想继续跟我玩在一起，我无所谓。可是如果你要结婚生孩子的话，去找别人吧，我没兴趣。这条项链送给你。天爱，你在哪里？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谈。或许我不能马上娶你，但是只有你可以是这袭婚纱的主人。我是被陷害的。我们就算了吧，好聚好散，我就不需要想破脑袋怎么向我妈交代我们一直挂在嘴边的以后。
别怕，有我陪着你走下去。我答应过你，不管你遇到任何挫折，我都会陪着你。 天爱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我以前的男朋友就是你，对吗？这些年来，你一直在我身边，完全无动于衷，继续的隐瞒我，看着我痛苦。 对不起，那个时候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为什么那么轻易的放弃我们的感情？是我辜负了你，我没有办法违抗我妈的命令，在爱情和亲情之间，我选择了亲情。 那车祸之后呢？你不是应该离我远一点？为什么还一直陪着我，无微不至的照顾我？那只是愧疚。我现在真的很乱。对我最狠的人是你，对我最好的人也是。其实，我一直在你心里，对吗？ 你敢说你已经不爱我了？你给过我的承诺算什么？我们的感情算什么？你明明还爱着我的，你看着我，你敢说你已经不爱我了？你说，你看着我，我们永远不可能在一起的，因为你是我同母异父的妹妹。我知道你很在意我妈嫌弃你是个孤儿，所以我暗中找人调查你的身世，希望可以找到你的父母亲。可是没想到你的亲生母亲竟然是我妈。不可能！我为了不想让你承受这可怕的真相，所以才找个借口跟你分手。 我宁愿你永远把我当成是个无情无义的人。对不起，天爱。你别碰我。
怎么了？别哭了，别哭。我以前问过院长我的身世，可是他一直不肯告诉我。都那么多年，你没有再问，还以为你已经放下了。我不想活得不清不楚，我到底是谁的孩子？张兰是不是我的母亲？既然你想知道，我也不再隐瞒了。我还记得，一个女人抱着刚出生的婴儿来到我们这里，她说，她叫张子娟。这小孩多久前吃过奶？我不知道，那你要喂母乳吗？我都快被他搞得精神崩溃了。你觉得呢？那我去泡奶粉给他。院长，这是我捐给孤儿院的一点小心意。这师母，你可以用这笔钱把这里翻新一下，其余的就当做是他成年以前的生活费。你要把他寄养在这里，但是我有个条件，你绝对不能让他知道我的身份。既然你有经济能力，为什么不把孩子留在身边？把他生下根本就是个错误。可是孩子是无辜的。我不是来这里听你说教的，你只需要回答我，肯不肯答应我的要求？我认得你，你是当红的艺人。那如果你担心这小孩会影响你事业的话，我们可以帮你保守这个秘密的。你还是可以定时来看他。我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，多看一眼都觉得心烦。只希望他快点从我的生命里消失。要是你们两个透露搬去我的身份，你们这家孤儿院就想继续经营下去。不知道当时啊，你生母经历了什么？为什么那么绝情啊？我和院长担心啊，如果我们不答应他的要求，你会没命啊！我一直相信，我父母把我送来这里，一定有什么不得已的原因。院长就是不想让你受到第二次的伤害，所以不让我把你的身世讲出来呀。原来我真的是个没人要的孩子。谁说没人要啊？他不把你留在身边，是他没有福分。我们这里永远都把你当成是我们的孩子啊！乖乖乖！其实你没有必要这么做。我必须离开。这8年来，我就像个傻子一样的活着，从恢复记忆到知道真相，我有点应付不来。现在连坐在这里我都觉得难受。他知道我是他的女儿吗？
我都不知道该用什么心情去面对他。天爱，电影杀青后我就离开。谢谢你对我一直以来的照顾。为什么一个人躲在这里啊？有烦心事？没事。你说过会一直陪在我身边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好，我也会一样陪在你身边。说出来，让我跟你一起分担好吗？可是我不知道要从何说起。是因为天爱？这8年来，我没有一天不被这件事情捆绑着。我不忍心对他不闻不问，可是像这样一直守在他身边，隐瞒他，或许更残忍。我以为我放下了，天爱就可以找到属于他自己的幸福。可是到头来，他还是记起了一切。我看见他痛苦的样子，我却什么都做不到。我很难过，他是因为我而受到伤害。我难过，是因为他现在身边连一个可以说话的朋友都没有。杨玉，天爱姐，你在哪里？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你。目标它就在前方。天爱姐，找我找的那么急，什么事啊？先点东西喝吧。哎，不用了。好了，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，我要跟公司解约。解约？发展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解约？我以为正式签约当艺人会比较风光，其实也还好，知名度不见得有增加，反而要遵守一堆规范，还是随意拍拍影片、做网络直播比较自由自在。报名参加选拔之前，你不是都想清楚了吗？现在才来后悔？有些事情要亲身体验过才知道适不适合啊。少鹏知道吗？我为什么要让他知道？这是我自己的事。我跟他分手了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啊，合则来，不合则去。现在的人谈恋爱不都是这样子的吗？不会连你也像他一样天真，觉得我会想要跟他天长地久吧？如果你是担心以后可能要跟他工作会尴尬，我可以安排。跟他无关，我纯粹不想被公司绑住，想专心经营我的网络频道。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，
按照合约无故解约，公司有权利向你索赔。那就告我吧，不在乎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坦白告诉我。没有发生任何事，我只是不想继续待在资艺而已。我先走了。我就是这样的人啊！你如果想要跟我继续玩下去，我无所谓。但是如果想要找一个人托付终身的话，那你找别人吧，我没有兴趣。看，小鹏啊，你这是怎么搞的？你的情绪完全不对哎！你先是已经找到了真爱，那你的现任女朋友要跟你分手，你应该是很开心的啊，没有理由这么难过嘛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导演，我们再来一个吧。这样吧，先放吃饭，待会儿回来再拍啊。谢谢导演。放吃饭。好，我们放吃饭。放心。哎，我跟他谈谈。对不起啊，天爱姐，刚才的表现那么差。是因为杨玉，他都告诉你了。他昨晚来找我，说要跟公司解约，还说你们分手。他在我面前装着毫不在意的样子，但我知道他不是这样的人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……你不跟我坦白，我怎么帮你解决问题？她怀孕了，可是她想把孩子拿掉。她说她只是跟我玩玩而已，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和我结婚生孩子。我知道很难，但你必须控制情绪，不要影响工作。我尽力了，可是天爱姐，我真的很爱她，我能感觉到她也一样，跟我在一起，明明很开心，怎么会说变就变呢？少鹏。电影快杀青了，你专心拍戏。杨宇那边我帮你想办法，好吗？非常感谢各位媒体朋友们出席今天的杀青记者会。在播放预告片前，有请我们劳苦公告导演说几句话吧。首先，我要感谢大家的出席。拍这部电影让我获益良多。我所学到的不单只是在摄影技术上的一些知识和技巧。以前我非常自我中心，自视过高。我一直都认为演员是一部电影里面最大的工程。后来我当了导演，我也带着同样的态度进入剧组。后来我跟团队发生不必要的摩擦，引起风波，甚至差一点让这部电影胎死腹中。所以在这里，我真的是要感谢公司给予我机会，还继续的相信我。现在我终于明白，任何的一部影视作品都是团队的心血。台前幕后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功不可没，缺一不可。也因为有一群可靠的伙伴在背后撑着，我可以站在这里，大胆地告诉大家，这是一部诚意十足的好电影。请大家务必买票支持我们，感谢各位。说真的，这段日子我真的是成长了不少。要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想我也没有办法突破我自己的盲点。说真的，能够敢于面对自己的弱点很不容易，但是你做到了。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很出色的导演。我觉得导演这份工作不是我想象中这么简单，我还不够格。其实一直以来，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一流的演员，可是我当了导演之后，我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演戏这件事情，我才终于意识到，原来我有很多不足的地方。我离好演员还有一大段距离，
我需要更多的磨练，所以请你帮我物色更好的角色。怎么了？你该不会真的是害怕我要把我撇开吧？我还没告诉你，我要离开志毅了。为什么？想休息一下，然后好好想想未来的路该怎么走。是啊，人总是会有迷失的时候，最重要就是找到出口。无论你的决定是什么，我祝福你。谢谢。国瑜，国瑜，你怎么那么快就走了？你还没回答我几时可以陪我吃饭？下次吧，我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开。你每次都说下次，我真的很忙。是我错觉吗？为什么总觉得你一直在找借口避开我？你想多了。那为什么连跟你吃顿饭都那么难？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你女朋友的？你忘了你答应过我什么？这样吧，等我开完会，我再看怎么样，我联络你。你开会在哪里？我去附近的餐厅等你。你开了会，记得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。目标它就在前方。开什么会开那么久？我不知道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我真的不知道，都已经那么迟了，他应该不会回来了。你要不要先回去？别等了。我不要，我就坐在这里等，不信等不到。哦，拿信。哦，你的东西。谢谢。你傻不傻？你觉得一般正常的男人有可能被你这种死缠烂打的方式打动吗？我哪有死缠烂打？人家 B 都已经说了，他老板今天可能不会回来。你除了他就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。好啊好啊，我今天就帮你一把，教你几招。你懂什么？至少比你懂得男人心里在想什么吧。我也是个男人啊。想知道就跟着来。哎，你可以先说了再吃嘛。是这样子的，我其实暗恋一个人已经很久了。那关我什么事啊？你先听我说，我一直暗恋一个人，可是我最近发现他已经心有所属了。只要他还没结婚，那你就还有机会跟他表白了吗？我知道他心里没有我，表白也没意义。你这是什么心态啊？还没上战场就先认输了？他现在不喜欢你，不代表以后不会改变主意啊。情场不是战场，你要是真心喜欢一个人，根本不会管输赢，只会希望他幸福。你说的真伟大，我就不相信你看到他在别人怀里的时候，你还能无动于衷。当然是不是滋味了，但我还是会替他开心，由衷祝福他。或许你做得到，但我不行。一旦我喜欢上一个人，我就会毫无保留、义无反顾地往前冲，用尽所有的办法，就是要拥有他。如果对方对你没意思呢？你再怎么努力也没用啊。就像这个洋葱，不管煮得再好吃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勉强不来。我又不是洋葱，而且我看得出来他是对我有感觉的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人家处处躲着你，可能他已经有女朋友了呢？不可能，他亲口答应了要跟我在一起，他不会骗我的。那人家是真心想要跟你在一起，还是被逼的？哎，你是不是要帮我的？为什么你有意无意说的他好像一点都不喜欢我一样？我这是在帮你，我是为你好。为我好就不会一直泼我冷水。你傻了，人家早就跟你怡姐在一起了。谢谢你今天特地为我订的晚餐，我很开心。不客气。最近真的发生太多事情了，还好有你一直陪在我身边，谢谢你。
小心开车，回到家打给我。拜拜。方怡萍，死不要脸！小米，你干嘛？你疯了？这个问题不是应该由我来问你吗？做错事的人是你，为什么你还可以那么理直气壮？是他勾引你的，对不对？你只是一时被他鬼迷心窍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我要的不是对不起。我跟你是不可能的。我一直把你当成妹妹。那当时为什么你要答应跟我在一起？你只是在利用我。现在我没有利用价值了，你就想一脚把我踢开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是我亏欠了你，你要我怎么补偿都可以，但感情的事我……张国玉，我要你为自己做过的事情后悔一辈子。小敏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喂，小米。喂，陈薇啊，我跟你说一个秘密啊。什么秘密？你在说什么？你喝酒了？你在哪里？我在一家酒店。什么酒店？你别问那么多了。陈薇，你一定要记得，是张国玉还有方怡婷害死我的。哎，你不要吓我！你到底在哪间酒店？你不要乱来哦！我现在去找你。喂，喂。什么？好让你们永远记得我，后悔一辈子。噼啦噼啦的烟花不停坠下，化成尘埃的温暖，冰冷幻想，浮华堆积的孤单，让我迷失了坚持的动向。未知的起起落落，谁在身旁？告诉自己独立是该成长，品尝旅程包含的酸甜苦辣，带着风吞的梦想，努力翱翔。So I tell myself